把童年 IP 集体写信慰藉00后，让全网集体开始回忆童年。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今天早晨6点正式开播，这是国内首家面向全国3亿多少年儿童的专业频道。但你知道吗？把这些 IP 送到我们面前的少儿频道，当年创办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开心的，它从诞生第一天起，目标就是教我们长大。2003年年底，少儿频道开播之前，中国3亿6千万少年儿童没有一个专属的全国性电视频道，孩子跟大人抢遥控器，看到的是成人剧、成人广告、成人新闻，于是少儿频道应运而生。那时候的孩子像一张白纸，只学得到课本上的知识，素质教育、科普启蒙这些更是空白。少儿频道从创办之初就打算要填这个坑，它不是一个单纯放动画的台，而是一套完整的教育方案。筹备组调研了6000多个家庭，按不同年龄段设计内容，学龄前看启蒙，小学生看益智和科普，中学生也有专门的节目，甚至连家长都有家庭教育类的内容。总监于培霞给频道定的核心理念是8个字：尊重、支持、引导、快乐。不媚俗，不盲目照搬国外的东西，但也不居高临下的说教，用平视的视角跟孩子对话，把孩子当成孩子，又不把孩子当孩子。所以少儿频道播的动画不是什么火放什么，每一部都要过审片组的观导向、价值观、教育意义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哪吒传奇讲的不是一个神话故事，是一个孩子怎么从顽劣少年长成承担责任的英雄。哪吒从出生就被追杀，闯过祸，犯过错，最后选择站出来对抗时机。这部52集的动画是央视自己投资制作的，于培霞亲自策划，就是要给中国孩子一个自己的英雄。还有中法合拍的《中华小子》，3个少林俗家弟子对抗黑狐王，水墨画风加武侠打斗。他教给孩子的不只是勇气，还有文化自信。喜羊羊与灰太狼看似是狼抓羊的简单故事，其实教的是团队合作和用智慧解决问题。羊村里每只羊性格不同，遇到危机时却总能拧成一股绳，而灰太狼每次喊着我一定会回来的，也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孩子，失败了再来，没什么大不了。熊出没则是把环保意识种进了孩子心里。熊大熊二守护森林，光头强想砍树，双方的对抗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。后来的剧情里，光头强和熊大熊二从对立走向合作，也在教孩子敌人和朋友不是非黑即白。这些动画当年我们可能只觉得好看，但埋在剧情里的价值观早就融进了我们的认知里。但动画只是少儿频道的一部分，它最成功的地方是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成长教育体系。大风车从1995年办到现在，里面的奇思妙想板块让孩子自己动手搞发明，挑战800搞知识竞赛了，不再让孩子坐着看，而是动起来。智慧树面向3到6岁学龄前儿童，教大家怎么在游戏里学习，怎么跟人相处。成长在线关注的是孩子真实的困惑、网瘾、亲子关系、校园压力，还有新闻带带库，用孩子听得懂的话讲新闻，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。甚至节目之间穿插的各种公益广告，也都是在为我们的3观塑造服务。作为第一代看国产动画长大的孩子，00后也从小就觉得中国故事不比外国的差，所以现在00后穿汉服、买国货、追国漫不是突然兴起的，是童年就种下的文化自信，并且00后是最愿意为情怀买单的一代人。少儿频道用10几年把那些 IP 种进了00后的童年，也种出了一个巨大的情怀消费市场。少儿频道当初的创办，真是在儿童教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